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10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为什么不涨了，或者是比特币什么时候会再一次大涨。今天利用3张图片，一个是3天的 K 线，这2条均线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份或者是10月份会不会有一波继续往上涨的一个行情，包括等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大头肩底的形态，或者是大头肩顶的形态，一般跌破整理的时间，这个位置是77天，或者是20年的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突破这个位置也是整理了63天，这2个位置感觉是有在对照啊。那现在的大头肩底突破完以后，时间有没有可能会对照这一个时间？之前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有可能时间会不够啊。那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警报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3天比特币的这一张图形啊，其实这一次 31K 或者是再上去 32K 也是很接近3天 K 线图里面的这一条蓝色的200的一个均线，欧美的主力也是很看重的这一条均线。目前因为这2条线是还没有交叉，如果是这一次的牛市初步的牛市来得非常的急，直接过了这一个200的均线，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预示着未来的牛市可能高度不会像15年那么高。那么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一个区间，就是在这2条线里面来波动。下方这一条50的一个均线，它既然是上升的结构，整个均线趋势是在啊，只是目前为什么会在震荡，有可能就是这2条线还没有交叉，有没有可能在8月份到10月份的这个时间点，到时候看会不会交叉，只要它整理到位，有可能就是会向上突破。那么可以看一下19年的一个位置啊，因为19年当时第一波底部突破完以后，它是直接突破了这一条200的一个均线，而且上方的这个区间过了以后，它并没有多少的套牢盘，就是高点的话只有这一个高点有一点套牢盘。所以历史上的牛市如果像19年这种行情出牛的走势来的特别急的情况下，有可能预示着洗盘会洗的会相对比较深，重新洗到这种200均线的一个位置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买点的位置，它后面这边整理到位，然后就开始一波上涨的行情。所以20年的行情跟15年的行情就是幅度相对比较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行情，也是一直在判断有可能出牛，类似这个位置啊，它也是会有压回，就是遇到上方200均线的一个压力或者是压回，它也会再飙，但是这整个区间并不是继续往上大涨，它都是一个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上升三角的一个结构啊，就是有低点有低点，低点都是在抬高，预示着后面的方向就是往上看的，因为低点能抬高，然后高点基本上都是在这同一条线上，而且它真正金叉的位置其实压回的这个点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，是在16年的3月份。所以目前的行情我个人也是判断有一点类似这个区间啊，50这个均线现在趋势是向上，但是它过了几次这个200均线的时候，上面是有压力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上方这个位置区间有套牢盘，跟现在的一个区间有一点像，所以时间可不可以参考这个位置整理的一个时间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啊，就是目前头肩底的形态，现在整理了多少天？差不多有50天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一根周线的 K 线开始来计算，目前才50天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一般历史上重要的底部，如果它突破颈线位置的时候，这一次是还没有回踩这个颈线，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回踩，因为全市场目前都在看啊。那么可以看一下2020年当时这个头肩底突破的时候，它是有压回过这个颈线，而且历史最高点高位，它这边跌破的时候也是测过1次、2次、3次这个颈线，后面是从48K 一直崩盘到2万美金附近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当时在顶部跌破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整理了70根，所以目前50根时间是不够。那么可以参考一下，比如说20年的这个头肩底，
它这边重新跌回来以后，如果我们从这一根开始计算，就是这一根突破的位置开始计算，它这边整理到这一根开始要进行一个继续往上攻的时间，差不多也是70天左右啊。所以包括这个头部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一根跌破的位置开始算，这边是77天。那现在70天还没到啊，所以我估计有可能会在震荡。有没有可能类似刚刚的这一张图，就是比特币到8月或者是到9月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会往上去突破？因为这两条线到时候是要交叉，我们到时候要观察。如果是价格在交叉的上方，压回的点位全部都是买点；如果是交叉的时候，它价格还是在这个 25K 上方，那有可能预示着时间可能会整理的更长。因为这两条线在交叉的时候，它也不一定就是代表是买点，有时候主力就是这么阴险啊。底部助理整理的时间可能会在这个位置继续拉长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当时底部突破完以后，它这个位置时间是怎么整理的？所以现在时间有2个点位我们要记得，一个是在8月份到10月份的一个区间，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交叉的一个点位会不会有一波上涨？如果上涨的力度不太够，或者是量能跟不上，我们到时候要去留意一下，像15年整个底部突破完以后，从这一根开始算有效突破，或者这一根也是在过前面的高点，那我们可以这一根整理的 K 线开始计算，这边是整理了189天左右啊。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就目前的行情整理到189天，时间有可能会拉长到哪一个位置？我们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计算，189天，也是接近今年的9到10月份。那短线的行情为什么还是在跟朋友们建议压回来你应该要买？我的观点还是牛市。虽然有一些山寨币，我知道有些朋友一直在问为什么最近山寨币是跌得非常的凶。我个人观点它有一点类似19年或者18年当时底部时候，比特币在涨，以太坊也是在涨，但是后面跌到20年的时候，我是记得很清楚啊。就是这一波下跌的时候，以太坊是跌的比比特币要深，所以初步牛市的行情就是会有一些山寨币，就是主力不想作为，因为都在看大盘，很多是资金是在怀疑大盘到底是不是牛市。目前是猴市哦，但是整个大长线，我个人观点就是这一条线是向上的情况下，整个中线20跟50是在时差，有可能预示着这边会洗很长一段时间。那如果180天不够，有没有可能到10月份都不一定会有一波疯狂的行情？那我们要参考一下历史上的这个均线啊，比如说在19年的这个底部起来以后，它这边洗了多少天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从这个位置全部开始计算洗盘，这边是洗了接近400多天，有一点长哦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整个底部，从这边起来以后，它其实真正分流的行情估计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，因为这整个区间也是一个整理区间，然后加上这个整理的时间，如果这2个形态时间全部画进去，我们去观察一下整个中线也是接近400天，所以400天现在的一个位置如果要拉长到400天，如果真的整理400天，有没有可能在24年的4月份记得一件什么事情啊？比特币产量减半，到时候要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。所以短线最近就是这样子啊，如果真的400天也是不排除一个时间节点，就是在今年的8到10月份，或者是慢牛的行情，比如说整理到位8到10月份突破完以后继续在高位震荡，到时候到明年的10月份会不会开启一波分流的行情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